大家好，这一期跟大家讲一下那个赛博朋克的后期调色方法。首先看一下，这是我调完的，我们看一下初始的状态。这有一个初始图，这是我在网上下载的一张夜景，然后看一下怎么把它调成所谓赛博朋克风。其实主要的风格，这张片子主要的风格，我们看它主要就是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偏洋红，一个是偏青色或者发蓝。其实我在网上看了不同的赛博朋克的照片，可能都有它不同的一种色调，因为其实我之前没有特别接触过，只是根据我自己对照的一张所谓的赛博朋克的照片去模仿了一下它的调色，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概的操作原理。具体细调、微调，它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实现。我只说一种，就是跟大家说一个思路吧。我们先看一下原图，我们还是先在 Camera 中打开。首先色温肯定是要偏蓝一点的，对，然后色调先不要动它，我们往后继续走。对比主要是先把阴影给拉上来，但不要给它拉到太大，因为我下的这张图，你看，我下这张图画质并不好，所以如果拉得太高的话，它会有损画质的，所以我没有给它开到特别大。剩下的我们主要就是动这一个，剩下的清晰度可以给一点，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了，看你自己的感觉，就是给和不给都可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里，当看到有很多那个噪点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细节里边明亮度给它提升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吧？还是有区别的。你可以自己找一个中间的，明亮对比度加一些。好，然后我们进行 SSL 调整。SSL 主要就是紫色，我们给它加起来。对，现在紫色只要一起来，大家就已经看出感觉了。然后洋红降下来，剩下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感觉调，像蓝色，然后也偏轻一点，给到-40吧。其他的就是你根据自己的感觉去调。我这样放一下我的参数就可以了。饱和的话也只动紫色和洋红就可以，都给它适当加起来。对。然后下一步进行分离色调，分离色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高光的话，我们就给它一些偏青色，饱和要高一点，21。我们先可以看到这一块的颜色已经起来了。然后阴影的话，我们就要给它偏洋红了，19。对，这个你可以根据自己调，也可以多调一点，也可以少调一点。因为我习惯在 PS 中进行后期进一步的加工，所以我没有给到它很大。然后还有一个是校准，校准的话，我们主要是动红色和蓝色原色，绿色不要动。红色肯定是要偏紫一点，然后它-36。饱和度要稍微的高一点，给到8。蓝色要偏轻，往这边走，但是你看不要给到它太大，它就高光有点呲了，然后给到它-7就可以。饱和度可以高一点，给到36。可以到这一步，我们就可以到 PS 中进行进一步调整了。首先我们打开色彩平衡，色彩平衡我建议大家不要动中间调，还是只调高光和阴影。我们看在我们阴影里边就是这一块洋红的区域，我们加重它，所以我们还是让它偏洋红一点。这一块我们要往这调，大概是给到-17。高光的话，我们还是要强调这种感觉。首先给到青色，我们往这走，给到-21。减掉黄一点，偏蓝一点，这个是给到17。我们看这个洋红，我们如果往左边动一点的话，其实还是会强调这种感觉的，所以我们继续强调一下洋红，给到-43。对，这个是我目前的。还有很多人在所谓的洋红还有什么青品，他搞不太清楚这个颜色的关系，这我准备了一张图给大家看。
这个图大家可以截屏自己保留一下，可以自己慢慢的对它再做一点研究。其实就是一个 RGB 和 CMY 的一个互补。如果你自己调颜色经常搞不准，可以用这张图去试一下。对，好，我们继续调，我们看跟我们完成后的图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我们继续走。其实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到这里其实我觉得它也属于一种赛博朋克了。但是我按照我刚才调的那张图的方向继续走。我们打开曲线，首先曲线我们是给它一个 S 曲线，让画面的对比度强一下。对，这是加重一点它的风格。然后我们去分别调整一下红、绿、蓝3个通道。如果你还是没搞清楚，记得返回来看一下，红、绿、蓝，然后对应的是青、品、黄。在这一个曲线里边，就是红色。我简单说一下，这上半部分高光部分它对应的是红色，下半部分就是对立面，就是它的补色，就是青色。对，青色。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那绿色也一样。那绿色就是上半部分是绿色，下半部分就是阴影部分，那就是品红。同理，蓝色、黄色也一样，可以用这个道理去调整很多你想要的感觉啊。这个地方我们把红色提一下，对，我们现在把红色这样提起来就可以了。然后绿色通道的话，我们把高光和阴影分别强调一下。蓝色的话，我们强调一下高光。然后现在整个感觉已经出来了。下面还有一点要做的就是赛博朋克，它通常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它的高光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们下面要做一步提取高光。首先我们盖印图层，然后 Ctrl+Alt+2， 我们去提取这个画面的高光部分，然后给它 Ctrl 勾复制一层，转为智能对象，我们适当加一点高斯模糊啊。对，差不多，只要不太大就可以了。然后模式改为柔光模式，我们看一下区别，还可以看到的，对吧？这就是赛博朋克后期的调色分享。